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魔方旗下的蘑菇头系列新出的这款擎天柱，盒子外包装小巧玲珑，和之前的产品也是同样的尺寸。纸品方面，说明书和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，人形态包装，开盒以后就是现在的样子了，非常可爱，小巧。大脑袋萌萌的一款擎天柱啊，而且它的身材比例其实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配件也只有这一把大枪，也是做了 Q 版的萌化处理，短粗的。脑袋的造型非常可爱啊，头上这些刺其实都是需要变形的，所以看起来分件的量会很大。眼睛做了金属漆的蓝色涂装，头部360度可以旋转。点头抬头有一个关节，但脖子下方的这块板件其实变形的时候也是利用不到的。这一款角色的身上有很多目前单体变形用不到的结构，我猜它将来以后肯定会出马甲了什么的，比如脖子下方的这块板子，还有膝盖这里，前方的装甲可以翻开，里边这里可以扣下来一个，而且前方有一个插扣，可以跟下方的板件进行契合。目前不知道有什么用。还有胯部的关节也可以进行2段的下拖，这些我觉得都是在做合体马甲时候使用的吧。肩膀360度的旋转，抬臂这个地方是双段的关节，其实可以举平。当你举平的时候，其实这地方的插扣就卡住了。也是变形的一个关节，前后这里变形的需要啊，这里边拆开这卡子可以当成一个蝴蝶关节来使用，但是这块你当关节就会变得很松。二头肌可以旋转，曲臂能达到90度，手腕可以旋转，腰部360度，前折式的可以踢到挺高，大腿根部360度旋转，膝盖弯折的幅度也很大。脚踝有接地关节，幅度还可以，所以这样看的话，这个柱子现在的身高在10.5公分左右吧。如果你喜欢，也可以把胯部折一下，这样身高就来到了11.5公分左右，将近12公分的一个高度。但是别看这款柱子个头小啊，它的变形结构还是比较复杂的。在蘑菇头系列里边，也是目前来说变形步骤最多的。玩具的材质方面来说，这一次也并没有使用全尼龙的零件，只是在个别的位置使用的尼龙，大部分还都是 ABS， 所以这个发色比尼龙要好一些。当然柔韧性就没有尼龙那么强了。首先我们先从胳膊这里变起，肩膀烟囱的部位打开这地方的卡扣，后边这里折开，然后根据这里边的双关节往下拉。拉下来的同时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一节固定锁住，接着往开折这一块，折开的同时，里边有一个小板件，我们把它翻出来，然后我们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一块的零件分为前后2个部分，前面的部分往下折，后面的部分往上折，进行一个这样的分层，然后这里又会出现一个卡扣，把它再顶上，这样上半个大臂的部分就形成了一个平面的片儿。胳膊肘往上旋转90度，手腕再转90度，把这一块的插扣打开，后面的板子也打开，往出一翻这一块，再从这个地方的关节往上立90度，这地方再并合，插住，拳头顺势把这2个板件往回卷，轮子90度立起这块板，主要是露出这个地方的卡扣。现在胳膊就完全延展开，形成这样的一个整片儿。我们这个时候就不用变了，顺着根部的关节脱开里边的插扣，往下先折一定的角度，放在这里备用。我们翻到后面来，大脑壳里边的红色部分通过这个连杆拉出来。这个根部的零件倒是个尼龙的，白色的。然后前边这块蓝色的零件从中间拔开，2块我们把它打开，这个位置最后形成的是车前脸的部分。然后来看耳朵，头部往上抬，脱开这个板子，我们好操作一些，抠着这个地方的边缘，把耳朵这里卸开一个边儿，打开上方连接的插扣，把里边的车门
两段折叠翻出来，然后再把这个刺耳朵折到这儿。脑袋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掏空了，片儿都延展开。接着我们翻开这个小方块，上下半个分离，打开这里边的插点位置，记得把这根白色的销子也掏出来，折叠一下，顺着中间的这个洞把它让到另一侧去，揪出来，放这面备用。当把腿部弯下来之后，我们现在的柱子已经解体成这个样子了。这一面是车顶，然后这一块打开中间折叠的这个关节，前方这里有插扣，拧开以后旋转180度，再归回去，把这里的扣子再顶上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把柱子解体成这个样子了。翻到这一面来看的时候，刚才斜着折起来的这个胳膊，打开这个地方的插扣，胳膊挪一下，然后往上回归的同时，把它180度旋转到这面来，拼成了后半个车门的位置。哇，这个结构的利用空间的，方寸之间屁大点的地方能让它拆成这个样子啊！中间这里所有咬合的卡扣，把这地方对准，上方这里对准，先把车窗上方这里所有的扣子结合，压瓷实，保险杠和大灯的位置插合。这一块胳膊放下来的时候，注意它这里边是环环相扣的各种卡点。首先，根部这里的滑道往回推，中间这里的插扣结合咬住，然后侧面这里，刚才我们翻起轮子的地方，下方有一个小卡点，把这片蓝色折叠过来的同时，这个地方的插扣结合固定，咬住这个小的凸起，卡扣挂一下。挂上以后，再把轮子夹进去，抱死它。边缘挡肉的这个片儿折叠到缝隙里，最后再关车门。上边有一个小凸点，卡在这个边缘上。翻到底盘来，白色的这个轴中间有2个卡孔，夹这2个红色的小插扣，夹进去，固定。抱紧它，这样就揪住了，不会散开。下半盘的变形，为了避让空间，我建议先把这个关节拉过来，后裙甲棍子拉长，这个根部是尼龙零件，翻过来，腰部旋转180度，放到这一面。这个时候抠开这块白色的零件，插住。我们再把腿部的关节回归，在回归的同时，这里有一个燕尾滑槽，咬住前方红色的地方，结合好。接着脚踝打开这一面的卡扣，这样就对准了另一个卡扣和白色的零件，再进行结合。脚尖儿往回卷，外侧的脚底打开，里边的插扣再钉上，卡住。后边的车轮和油箱拖挂这一块就变好了。后裙甲90度放下来，把这2个卡孔咬住，进行固定。上方这一块，刚才我们掏过来的零件放平。下方这里把背包的小方块缩到天灵盖中间掏出窟窿的地方。最后烟囱折叠回归，卡在肩膀的后方，大枪一拖。于是这就是本次蘑菇头变完的车型了，方方块块扁扁的一辆平头卡车，非常的可爱。轮子变形如果到位的话，6轮接地滚动是毫无压力的，而且底盘这里完全不会有零件拖到地上。其实我们在枪上边也能看到一些变形的结构，这块可以打开，这块还可以旋转。在人形和车型，其实这个变形的结构都是用不到的，应该也是为了后面合体马甲的时候所使用的吧。
所以这一款在原始设计上边就为后边留出来了非常多的余地，也证明了这款柱子将来可开发的价值还有很高啊。但这个扁扁 QQ 可爱的车头，唯一让人有点不爽的就是这一块偷胶空洞的位置暴露的太明显了，也是因为这个零件很厚嘛，这个你要是在注塑的时候不偷这些窟窿的话，它肯定会缩胶的。你要是盖起来的话也不好盖，所以中间的支撑臂的这些，只能说你把它当成花纹或者楼梯什么的来吧，反正放在这里真的很影响美观，仅此而已。其他的方面，我觉得不论是人形还是最终完成的卡车形态，都是非常可圈可点的，很不错的一种感觉。就是这些卡扣的多造型、多段的运用啊，让你感觉非常的美妙。很多卡子在人形和车形的时候都是有使用的价值的。还有就是在变形过程中，你往这边折一个零件，下一个地方的卡扣就等在那里往上锁它，而且锁完了以后相当的规整啊，结结实实的，各种的维度锁让这个小车变完了以后非常的方正，而且拼合的效果也很好。但是也是需要变形的精度的，你在变形过程中因为零件比较多，设计的相对来说比前几款蘑菇头是要复杂的。你前面的卡扣如果没有完全放到位的话，后面这块就会崩开啊。我之前在第一次尝试变形的时候，这一块的缝隙就很容易弹开，怎么也合不上。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这一块下方的这两个插点翻转180度以后，这里没有卡到位，所以导致这一块会崩开。如果你变形到位的话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超级可爱的 SD 造型擎天柱出自 KT 之手，这款模具开发完毕以后，相信后边的各种重涂和各种马甲的互动拼搭方式也会慢慢来的，身上预留出来了很多耐人寻味的结构和零件。而且之前在 KT 的微博上边我看过它的设定图，后续会拖一个车厢，大概这么长啊，也是扁扁方方，很可爱。传完了以后就类似于超神的那个意思啊，但是那个已经是比较古早的设定图了，估计很多朋友们也看过。现在这个和 KT 当年最早设定的画出来的那个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了，这可以说是重新设计。那么想必如果它之后再做马甲或者说车厢其他拆分的圣衣的话，应该也会完全的重新设计吧。到时候我们再看看 KT 在这块小柱子上边还能开发出来多么好玩、多么有趣的一些其他的互动方式了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期蘑菇头的小擎天柱就是这样了。